蒲公英是常见的植物，相信大家呢都很熟悉。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有很好的降火清热、消炎杀菌的功效。很多人喜欢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其实大家还可以用蒲公英搭配两物一起泡水，养生效果会更好。蒲公英搭配红枣。红枣好吃又营养，对女性来说非常好。经常吃红枣能帮助补气养血，而蒲公英有很好的滋补肝肾、降肝火的作用，所以红枣搭配蒲公英能更好的帮助身体排毒，增强免疫力，让肝脏更健康。蒲公英搭配玫瑰花。玫瑰花的药用价值很高，具有活血化瘀、疏肝理气、散瘀消肿的作用。将它和蒲公英呢放到一起，能够更好的养护肝脏，并且让气色越来越好。说到蒲公英，那真的是小时候很好的玩物了。那时候呀，可真是遍地都是，尤其是用嘴一吹就飘得满天都是，真的是觉得好看极了。那谁能想到小时候不起眼的蒲公英，可是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呢？如果呀能把它和一些别的食材搭配在一起，好处呀会更大。一、和山楂搭配，山楂呢含有多种有机酸和维生素 C， 有活血化瘀的作用。那蒲公英对加快血液循环也有帮助，所以它们一起搭配泡水喝，可以使血管更通畅。二、和枸杞搭配。大家呀都知道枸杞呢有养肝明目的功效，而蒲公英也有养肝排毒的作用。那将它们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呀，可以帮助保护肝脏、净化血液哦。那不知道这样的搭配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气血是人体存在的根本，和人的健康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气血足不足，可以看两个地方。第一个，看手，气血充足的人手脚都是温暖的，但如果气血不足，就会有手脚冰凉、手心出汗的情况。第二个，看皮肤，俗话说皮肤要好，气血少不了。如果气血充足，那么皮肤也会红润、有光泽、有弹性。但如果皮肤暗黄、粗糙、长斑，这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那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常用洛神花泡水喝，或能把气血补回来。洛神花是一种常见的花茶，性凉微酸，其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、柠檬酸、黄酮素，有很好的抗氧化性。那经常用洛神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延缓衰老的作用，能让你脸色越来越红润哦。长时间久坐不动、过度饮酒或者憋尿，这些坏习惯都会影响前列腺的健康。那前列腺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2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呵护前列腺，预防前列腺疾病。动作一，提肛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将肛门向上提，然后再放松，这样一提一松，反复练习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，同时还能够预防痔疮。动作2，拍打腹股沟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双腿微微弯曲，然后用手掌拍打腹股沟，拍打力度自己掌握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。这样拍打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堵塞，有助前列腺健康，预防前列腺炎。那除了这2个动作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喝水，还可以用黑枸杞泡水喝，也能帮助保护前列腺不好的，尽量改掉3个坏习惯，前列腺或许会越来越健康。第一个，喝水太少。很多男性没有喝水的习惯，只有到自己感觉到口渴了才会想起来喝水，或者平时只喝饮料。如果喝水太少，容易使尿液浓度变大，排尿时刺激前列腺，不利于前列腺的健康，建议大家要多喝水。第二个，长期久坐不动。对于坐办公室工作的男性，可能会有久坐不动的情况出现。那久坐不动会影响下半身的血液循环，还容易压迫到前列腺，引起前列腺充血，对前列腺健康不利。第3个，憋尿。憋尿也是一个坏习惯，憋尿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容易使前列腺出现问题，导致一些前列腺疾病出现。所以这个坏习惯，希望你也没有哦。回家和朋友约饭，吃完已经很晚了。周末休息又和小姐妹逛吃，这样时间长了，油腻的东西都进肚子了。然后呢，低头一看，肚子又大了1圈，还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先别着急，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
先呢跪立在垫子上，双腿打开，尽量的大一些，双脚呢碰在一起，臀部向后坐，然后呢双手向前伸直，身体往下压，最好呀让额头碰到地面。这样坚持30秒，慢慢的起身再做。每天睡觉前呢做10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呀可以帮助清理肠胃，排出宿便。坚持做下来，肚子小了，气色也好了。不过呀，要每天坚持做才行。心血管的功臣找到了，每天泡水喝，血管畅通，健康长寿。燕麦，燕麦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吃的早餐，属于粗粮。燕麦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。经常泡水喝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对保护血管有帮助。苦荞茶，苦荞茶很多人都喝过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维生素 P、蛋白质和脂肪酸。经常泡水喝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血管弹性，降低胆固醇含量，也有疏通血管、预防血栓的作用。瘦那可是很多人都追求的。那像历史上的一些皇帝不也都寻求灵丹妙药，以求长生不老吗？那长寿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说到这儿50岁后呢，可是养寿期，若能吃得了3种苦，或许能够帮你长寿哦。1. 要吃劳动的苦。那人过50岁后如果长时间的不动，身体呢就会生锈，加速衰老，所以多劳动劳动有益健康。2. 要吃早起的苦。那年纪大了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，早上呢按时吃早餐，这样有助身体排毒和肠胃的健康，对长寿呢也有帮助。3. 要吃口味清淡的苦。50岁后吃的清淡一些，有助血管健康，也有利于长寿。那上面的这些你能做到几点呢？做到1件也是好。都说50知天命，50岁，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年龄了。木子50岁有啥尴尬的呀？那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而且这身体也处于一个快速衰老的阶段呀。那有啥要注意的呢？要说要注意的那就是血管的健康了。如果不想让血管堵塞的话，3种食物就要少吃。腌制类的食物，比如腊肉、咸菜、火腿等，那这些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吃多了呢会影响血液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蛋糕、饼干类食物，那这类食物中有很多的糖和黄油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也很多，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最后，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那吃多了容易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变拥堵，所以也要少吃。所以大家从现在做起，保养好自己的血管吧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。当我们衰老时，我们的腿部会有明显的特征，会出现走路困难、腿脚不灵便、关节炎等情况。那么我们就要先养腿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养双腿、护关节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髋同宽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坐，然后双手手臂向上举起，手掌心相对，让大腿肌肉收紧。坚持这个动作10秒钟还原，然后再做。每天睡前坚持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强化腿部肌肉力量，对灵活双腿、保护膝盖有很大作用。那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喝一些玫瑰花茶、菊花茶，茶类有疏风散寒、活血化瘀的作用，对保护膝盖也有帮助。这2天天凉飕飕的，我爸就天天的在我耳边叨叨，说腿疼。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总耍单，现在年纪大了能不腿疼吗？都说人老腿先老，所以养腿要趁早呀。看这里。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养腿护腿的小动作。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站直了，然后把右腿向上踢，使足自己吃奶的劲儿，最好踢到和心脏一样高，或者超过心脏也行。左右腿轮流的踢，每次踢2到3分钟就行。这样踢腿可以加快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血脉，预防腿部肌肉萎缩，对改善缓解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哦。那到老了，你是想健步如飞呢，还是疼痛难忍呢？赶紧坚持练一练吧。得了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
可以留言分享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